峰哥，美国最近真的是太可怕，美国的东南海岸竟然有个东北风暴，风暴怎么样？你看到瞬间之内，这个外滩群岛房子直接被海浪给吞噬了。对，过去来讲的话，有没有这种东北风暴？有的，以前叫做东北的低气压。什么叫低气压？反正呢，你在这个海岸边都有这些低压带，然后把它拉过来嘛，所以是北大西洋西部的天气齿带的一个温带气旋。以前你听这个学名，你会觉得温带气旋还好，低压还好吧？对，你看。这种状况是什么？是海岸旁边，然后呢，温带气旋变成了类似飓风等级的一个风速，然后呢，就把海岸第一排变成海内第一排。它原本是在海岸旁边，然后呢，拍它的邻居，其实你看哦，它也非常的差。为什么？他说这是一个 house， 什么意思？它原本是在陆地上面的海景第一排，结果因为这个风暴把它给拉进来，摧枯拉朽。它下面的基座整个都断了，它被吃掉了，它就被吃掉了。而且你看哦，以前哦这种天气的时候只有风暴，而风暴跟对比飓风应该有很大的差距，现在没有。对，现在的风暴搞到就像飓风一样。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有这种暴雨来袭之后啊，你要想想看哦，记者应该感同身受吧？这种雨，如果叫你去连线，我会崩溃。我觉得这太可怕了。我觉得如果这个棚内的导播或者是那个棚内的主播连线给我，玉峰讲话，玉峰讲话，赵哥，我可不可以先搭采访车回家了？因为这个太可怕了，你知道吗？你这个刷干呢哦，第一个你低温是一个风险，第二个风太大是一个风险。你这种情况之下，他一边连线一边移动，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站的地方也不太安全了。然后呢，连沙滩哦都覆盖了白雪，原本沙滩不是应该要是沙子吗？对。但是因为有这些风暴，然后呢低温的情况之下下了暴雪，暴雪一夜之间把沙子都给覆盖住了，所以你现在已经搞不清楚到底高海拔还是到底是纬度比较高的地方会下雪，还是难道这种比较低的地方也会下雪？然后呢，你看加拿大的尼加拉瓜大瀑布冰封。那这种冰封的情况之下，其实你看起来哇，这画面很吓人。我告诉你，迪士尼的海洋世界，你再怎么宣传，没有这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当你这个雪下去之后呢，整个大瀑布给冰封住的话，你不觉得这个恐怕才真的是冰天雪地吗？对。好，那你要问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极地涡旋下来，影响到越来越南部，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让这个冬天结束？在宾州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是什么？叫土拨鼠日。这土拨鼠日呢，就是有一个叫做菲尔的土拨鼠呢，这是一个他们的传统，就是来看有没有影子。有影子的话，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冬天还不会结束哦。它旁边还有翻译官，我的天呐！对，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古老的一个传统啊。你说这个东西看到影子就还要再冷，那冷下去的话，至少还有多久的时间？至少还有6周的冬季的天气。可是这个准不准？它的准度只有30%。不，那根本不准，不要吵架睡觉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会发现说，极地涡旋下来，在美国是这个样子。那你另外一边呢，东欧，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要讲的几个地方，包括波兰，包括白俄罗斯，包括莫斯科，包括我们之前乌俄战争讲了3年的罗斯托夫。对，罗斯托夫其实也没有很高哦，结果你看，啪，全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俄罗斯的公车这个影片看一下，我觉得蛮特别的。你有没有看过剉冰机？对，有吧？我们在夜市有时候买个剉冰，4个加料只要80块嘛。那这个剉冰机像不像？你看，因为它外面有积雪，所以公车里面没吧，什么意思？它没有缝隙，没有整个严密下来，所以呢，喷进来了。像不像我们去买的那个剉冰机？然后老板帮我加1块清冰，嚓就整个进来了。然后呢，在罗斯托夫，我们刚才讲的，在乌俄战争，其实我们有提到罗斯托夫。那你知道，当你搭公车，然后公车因为雪抛锚，你该怎么办呢？推了。对你得下车推，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同车一命啊！你不推，它就卡住，那它卡住你就回不了家，回不了家，那公车司机也回不了家。所以你要不要推？你肯定得推的。然后大家一起推到最后之后呢，脱离了才慢慢的上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包括莫斯科，我们刚才提到的，在这个中央铁路公司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因为交通，所以呢，你就会怎么样？误点的话，一班贴着一班，所以呢，现在最少你大概50分钟起跳。所以他们现在讲说，你在这个地方打火车，你就变成一个状况，你就是要看天吃饭。如果天气好，下雪的状况没那么严重的话，或许它误点不会这么严重，不然至少50分钟起跳。
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